嗨，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 Andrew， 有我一切都安了。每年的愚人节次日4月2日是社工师节，因为有理想才当社工，不是因为笨。然后每年的3月第3周的星期二是国际社工日。在医院大多处理门诊、急诊、住院的照会，在社福组织的社工会家访、会谈、家访、会谈、家访、会谈，每天都在家访跟会谈。在医院一个月的服务量大概是200人次上下。那因为目前负责内外科的加护病房、亚急性的照顾病房跟化疗病房，本身床位就比较少，病人也相对比较少。如果是在大内科的病房，一个月的服务量应该都会超过200，大概会落在250到300人次左右。如果在社福机构，过去在早疗个管最高的案量是250个家庭，就是整个恒春半岛都是我的。以前当社工每天都要开车家访，当年大家对早期疗愈不是那么熟悉，常常被挂电话，家访的时候吃闭门羹，机构不会同意社工以案家拒绝服务而结案，机构会认为社工应该把服务说明白，让案家能够有机会接受早疗的服务，有时候会让服务使用者能够早日得到鉴定。社工常常需要说服家长外，还要排除交通上的困难。社工常常需要把服务拉到案家，让案家能够去高雄长庚或者是其他的大医院做鉴定。鉴定完了之后，我们还要把它送回恒春。那谁送他呢？当然是社工自己开车接送。医院的社工要值班，工作有很多的不确定性，例如无法预知等一下会不会被扣，而且在医院工作不能乱想，通常会心想事成。例如，好像最近没有什么性侵案件，电话就会响起来说，急诊现在有性侵个案需要验伤。所以在医院工作，想的跟做的要分开，有的时候心想真的会事成，事成的时候你就会很懊恼。医务社工在疫情期间会被列管，不可以跨县市移动，有不少同事因为家在外地，在外县市，所以无法回家。在疫情爆发的时候也不敢回家。如果有一天医院封院，社工就无法回家，也无法离开，死亡离我们最近。器官捐赠的劝募工作，当捐赠者出现的时候，这个协调师、社工师都不能请假，需要待命出勤。特别是以我们家来讲，协调师是以社工为主的时候，排定的度假行程都不能去。当病人血压掉的时候就要出勤，
那病人血压回来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离开医院。在社福机构，社工是老大，大家都要配合社工的计划前进。遇到服务使用者有危及生命的时候，我们通常就是拿起电话拨110-119，叫专业的来。在医院的社工工作就是包山包海，除了治疗以外的事都是找社工。病人没有卫生纸也要找社工。在医院，病人生命危急的时候，在急救，病房一定会扣社工，因为社工要找家人、安慰家人、陪伴的工作，所以急救在医院中广播的时候，社工通常都要放下手上的工作，立马奔跑进病房，处理相关后勤的工作。社工需要把病房的人力让出来，让护理师能够处理急救的工作。在社福机构比较是打个人战，在医院里面，社工是打个人战，也打团体战，各做各的专业工作。全年有免费超级冷的冷气，女生不用涂防晒，因为根本见不到天日，基本上都可以准时下班。每年都有免费的健检、流感的疫苗，不用跟人家排队，但是不打也不可以。社工师的继续教育学分在医院非常多，有危险有警卫保全可以协助。因为卫福部没有针对医务社工提供薪水上的补助，所以医务社工的薪水与其他社福机构相比会有偏低的状况。医务社工外移到长照或者其他非营利组织的人非常多，因为医院社工要值班，非上班时间，比如说假日夜间、周末需要值班，社福机构不用，下了班就下班了。医院的社工没有连假，新年放除夕，只有放除夕、大年初一、初二、初三、初四就要上工了。过年还要有人值班，社福机构不用，放假就放假。医院社工没有天然灾害的在家休息的时间，比如说台风天要上班，如果大半夜有地震，都要爬回医院。社福机构放假就放假。医院是生老病死、鳏寡孤疾残的聚集处。受暴个案就医，施暴者也跟着来，社工要如何会谈呢？遗弃没有人理，药酒瘾、失业、失忆、自杀，所有想得到的在医院都有。因为在医院有生命危险，生活有困难，社工虽然不能开药解决病患的生病的痛苦，但是可以在生命痛苦中让病患有希望，得到关心。曾经有一个服务的病人是一对长辈，爷爷跟奶奶。当爷爷生病化疗状况不好的时候，进入加护病房，最后因为气管内管没有办法移除，所以进到了 RCC 亚急性呼吸器照顾病房，状况一直不是很好。然后奶奶每天骑着机车来医院探视爷爷。有一周，爷爷的状况真的很不好，爷爷生日快到了，就在生日前些日子，
我买了蛋糕，在会客的时候帮爷爷庆生。奶奶唱着歌，趁护理师不注意的时候，挖了一点奶油抹在爷爷的嘴唇上。因为奶奶说，爷爷最喜欢吃奶油蛋糕上面的奶油。2天后，我在鉴定门诊中的时候，护理师打电话来说，爷爷走了。事后，我请女儿来拿当天的照片光碟，女儿说这是奶奶跟爷爷最美的回忆。